斗罗大陆5重生唐三，作者唐家三少。第48章，唐三的条件。虎面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但在最近这几十年，你可听说过哪一位教塾成员被抓到之后，牵连了其他人吗？”王延峰一愣，他对救赎的所知其实十分有限。鬼鬼是我们的人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，救赎已经有了自己的严密规则。每一位组织成员从身份到任务，都会有周密的安排，以确保成员的安全。没错，我们确实是有刺杀部门存在，但那并不是唯一的部门。我们还有已经形成体系的情报组织，人类的血脉和信念让我们走到一起。不排除有人觉醒了妖神变能力之后就认危作父，但绝大多数还是选择做人，因为我们的本质还是人类，根本不可能被妖怪、精怪真的认可。王延峰深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如果加入你们需要我做什么？”虎面人道：“这次我来主要有2件事，一件是希望你能加入。我们并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只要继续管理好这边的人类附庸，尽可能增加他们的数量，引导他们开智，给他们准输我们的思想。这个对你来说应该不难，因为你一直就是这么做的。”王延峰略微松了一口气，点点头。另一件事呢？虎面人道：“我听鬼鬼说，你教导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弟子。这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了4阶的实力，组织决定重点培养他，我这次要带走他。”王延峰心头一紧，问：“你说的是唐三？”他心中不禁暗暗责怪妹妹，鬼鬼之前并没有对他透露任何东西。他还小，甚至连附庸的身份都……王延峰说道。虎面人摆摆手，道：“这个你不需要担心，组织会处理的。而且，他能否被组织全力培养，还要看他自身的天赋够不够。所以，我还需要对他进行一次测试。”王延峰沉声道：“如果我不同意加入你们呢？”虎面人道：“那也没有关系，以你和鬼鬼的兄妹关系，再加上出卖我们对你并没有任何好处，我相信你还是会为我们保守秘密的。但那个孩子，我如果确认了他有足够的潜能，我还是会带走他。那你要怎么测试？”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轻巧地落在房间之中，并且随手关上了窗户，正是唐三。看到唐三跳窗而入，虎面人下意识地就抬起了手，但听到他的话，手立刻停顿下来，眼神之中闪过一抹惊讶。在唐三进来之前，他确实没有感觉到他的气息。这个看上去才8、9岁的孩子，隐藏的竟然如此之好。而且，这孩子能够发现自己的到来，就意味着其感知也很敏锐。唐三，过来！王延峰立刻招了招手。唐三走到王延峰和邱静身边，虎面人并没有阻拦，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唐三，上下打量。测试很简单，实战，你能在我手上坚持1分钟，就算你过关。虎面人面带微笑地说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当他看到唐三的眼睛对上那清晰且内敛的眼神时，他心中就生出一些异样的感觉。他有一种预感，这个孩子一定会带给他惊喜。唐三道：“让我加入你们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”哦，虎面人饶有兴味地看着唐三，唐三说话的语气可不像是个孩子。什么条件？你可还没通过我的测试，看起来你很有把握。
唐三没有回应对方的质疑，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条件，我希望你们培养我的地点定在嘉里城，而且要给我安排名而上安全的身份。听了虎面人和王延峰的交谈，唐三对救赎组织的了解加深了几分。毫无疑问，这个人类组织本身绝对说不上强大，他们的目标听起来很美好，实际上要达成却极为艰难。但是，虎面人的到来，带给了他一个能够尽早离开这里的机会。否则的话，他起码要等到1年多后获得附庸身份，才能离开这里。他能早一点去嘉里城，就能早一点到他的身边去。对唐三来说，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。虎面人道：“你的身份组织自然会为你解决，但你为什么非要去嘉里城呢？”唐三沉默了一下，似乎是有些犹豫，片刻后才答道：“因为鬼姨在那里。”虎面人又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愿意加入我们呢？”唐三猛然抬头，毫不犹豫地道：“报仇。我妈妈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抿起嘴，眼中充满仇恨。这些并不都是唐三装出来的，他毕竟只有9岁，总要展现出一些9岁孩子该有的特质，以免被人怀疑。更何况，为妈妈报仇这个想法确实是发自他内心的。虎面人看着唐三，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报仇我支持你。但是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，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我们救赎组织有着更远大的目标。”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但这至少是目前我加入教赎组织的原因。你们能同意我的条件，我就愿意加入。虎面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，你的条件先不说，你得先过了测试这关才行。等过了测试这关，我们再来谈条件。”唐三自然明白，对方是要看自己的潜能。事实上，在第一次进入嘉里城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，在嘉里城中见到的鬼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他在嘉里城的那段时间，看到了不少附庸，却极少有附庸能够拥有自己的产业。另外有2个，一个是美公子奶茶店的美公子母女，另一个则是鬼。美公子奶茶店在他看来问题是最大的，因为美公子奶茶店开在整个嘉里城的核心地带，能够在那里开店，还没有任何妖怪族过去捣乱。这已经证明了这家店铺的特殊性。至于鬼，虽然没那么特殊，但能够在嘉里城内拥有一个小旅店，而且店里进出的都是人类附庸，这其中会没有问题吗？当时唐三就已经怀疑，鬼很有可能和救赎组织有关系，或者他的背后有其他势力支持，但鬼是王延峰的妹妹。他背后有大势力支持的可能性并不大，所以更大的可能就是前者。因此，唐三在参加碰撞大赛的时候，就考虑到了鬼的因素，之后的种种表现也是给他看的。今天救赎组织的人找上门来，他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这本就是他希望看到的。想要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，早些前往嘉里城，只凭借王延峰和自己，现在肯定是不容易办到的。而救赎组织虽然不一定有多强，但他们能够一直存在，甚至是人类唯一一个有抗争想法的组织，底蕴还是有一些的。这些底蕴正是现在的唐三最需要的。所以，当初他参加碰撞大赛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